梅花易数，你可能听过，好像是古代算卦，这其实是北宋邵雍先生弄出来的一门新艺。新意强调的是一种观察和感悟，最核心的那个体用生克给搞明白，看看古人是怎么用这个框架来理解事儿的，小到天气，大到人生选择，都可能沾点边。体用生克这4个字儿可以说是梅花易数整个占断逻辑的钥匙。你把这个核心抓住了，很多东西一下就清楚了。咱们就先从最基本的体和用这2个概念说起，然后再说说五行生克，看看它们怎么一块儿用。最后再拿几个例子，比如看天气、看人事，实际演练一下。那咱们就先说体和用。资料里强调，第一步就得把这俩分清楚。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任何一个互动里面都有个主角和配角，或者说主体和对象的意思？这个理解很到位。体卦简单说就是代表你自己，或者是你当下最关心的那个核心。我自己。打个比方，你要是问自己的健康，那体卦就是你的身体；你要是帮朋友问找工作，那体卦就代表你朋友，它是你看问题的那个立足点，是那个根。那用卦呢，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根发生关系的那个部分？用卦呢，就是代表跟体卦互动的对方，或者是你问的那件事本身。还拿刚才的例子说，问健康，用卦可能就代表那个病或者那个治疗方法；问朋友找工作，用卦就代表他想去的那个公司或者找工作这码事，它就是跟主体发生作用的那个对象。我试试理解啊，比如我想看看现在做个新项目合不合适，那我或者我的团队，这就是体卦，然后这个新项目本身就是用卦判断吉凶，说白了就是看我们体和这个项目用之间这股劲儿，这个能量互动它是顺的还是拧着的。完全正确，这个互动关系好不好，能量是顺还是堵，怎么看呢？就得引入咱们老祖宗哲学里一个特别基础但也特别重要的概念了，五行。金、木、水、火、土这5种能量属性之间呢，它有固定的生和克的关系。这个生克规律就是判断体用关系好坏的基础规则。生就是好的帮忙的，克就是不好的捣乱的，对吧？比如木生火，火生土，这个是相生，一般就代表顺利有好处。然后木克土，土克水，这个是相克，一般就暗示有矛盾有阻碍。相生关系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就好比妈妈带孩子，代表支持、顺利、促进。相克关系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就像力量在互相制衡，代表冲突、困难、消耗。但这个卦象是符号啊，五行是属性，这俩是怎么连上的呢？关键的桥梁就是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这8个卦每个都有自己固定的五行属性，这个对应关系可以说是梅花易数的基础设施，必须记牢。乾卦是金，坤卦是土，震卦是木，巽卦也是木，2个木。坎卦是水，离卦是火，艮卦是土，兑卦也是金。哦，2个土2个金，所以流程就是先定体用，然后看体卦、用卦分别是哪个八卦，就知道它们的五行属性了。最后再用五行生克规则来判断它们的基本互动模式。这里还要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旺衰，就是强弱。五行的力量啊，它不是死的，它会随着季节变化有强有弱，跟时令有关系。比如说春天木最旺，夏天火最旺，秋天金最旺，冬天水最旺，每个季节最后那个月呢是土最旺。这个旺衰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生克的结果，咱们后面看例子你就明白了。旺衰关键变量，那根据体用五行的生克，资料里总结了哪种核心的互动模式呢？资料归纳了5种最基本的，直接能看出初步吉凶的。第一种，用生体，这个是吉，就是用卦的五行来生体卦的五行，意思就是对方来帮你。比如体卦是木，用卦是水，水生木，问事儿就表示容易成，有人帮，或者事情本身就对你有利。好理解。第二种，体克用呢，这个也是吉，也算吉，就是体卦的五行去克用卦的五行，这代表你能掌控局面或者对方。我克他。比如体卦是金，用卦是木，金克木，问赚钱表示你能赚到，问竞争表示你能赢，但这通常得你自己使劲去争取，需要主动。第三种，体用比合，这个是大吉，就是体卦和用卦的五行一样，能量一致，步调一致，就像2人想法一样，一条心。比如体卦用卦都是火，问合作那肯定是齐心协力，问感情那也是情投意合，这是特别和谐的状态。那接下来这2种估计就不太妙了吧？对，第4种，体生用，这个一般看成不太吉，主要是耗，体卦的五行去生用卦的五行，就像你老去付出，意思就是你付出太多，消耗自己。比如体卦是土，用卦是金，土生金，问投资可能表示钱投出去了，但回不来
来多少。问关系可能表示你单方面付出太多，感觉很累。那最后一种用课题，这肯定是最不好的吧？这个是大凶，用卦的五行来克体卦的五行，意思就是对方或者环境对你造成压制伤害。比如体卦是火，用卦是水，水克火。问健康可能表示病挺重，问出门可能遇到危险，问事业可能碰到大麻烦，这是最需要小心的关系。这5种基本模式听下来，感觉它不光是说好还是坏，它更像是在描绘一种动态的能量流向，还有关系状态。就是你是被帮呢，还是你在主导，还是大家挺合拍，还是你付出太多，或者你被压制了？这本身就是个挺有意思的分析角度。这恰恰是心意想传达的，通过卦象去感受事物互动那个内在的逻辑和能量状态。但这还不够，因为事情是发展的，对，事情会变。互卦和变卦说它们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体用关系定了开头，互卦和变卦就是补充了中间过程和结局。互卦呢，它揭示的是事情发展那个中间过程，或者说里面藏着的一些因素。在一个6爻卦里头，把最上和最下那2爻去掉，中间4个爻重新组合一下，能变成2个新的3爻卦，这就是互卦。它能告诉你事情发展当中可能会冒出些什么原来没想到的转折或者细节。那变卦呢？它是指向结局吗？变卦主要看的是最终结果，或者说事情发展的那个大趋势。占卦的时候啊，卦里头可能有1个或者几个爻是动的，就是会变的。这些动爻从阳变阴，或者从阴变阳之后，原来的那个卦本卦就整个变成了另一个新卦，这个新卦就叫变卦，它往往就预示着这事儿最后会往哪个方向走。得综合看，体用关系定了基调，互卦看过程里的细节，变卦看最后的结果。这3者还得加上刚才说的那个旺衰，才能比较完整的判断一件事儿。基本上你掌握了体、用、生、克、旺衰、互卦、变卦这几个核心的东西，就等于拿到了解读梅花易数卦象的基本工具箱了。那咱们就拿实例来看这工具箱怎么使。资料里第一个应用是天时战，就是预测天气。说句这挺特殊的，跟别的战法不太一样。天时战是比较特别，它不太死抠那个体用，而是综合看主卦、互卦和变卦里出现的所有八卦，还有它们的五行属性。核心逻辑是每个八卦本身就对应着一种基本的天气现象，它的五行属性和季节旺衰就决定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强度和可能性有多大。打个比方啊，离卦它是火，就主晴天；坎卦是水，就主下雨；巽卦是木，主刮风；震卦也是木，主打雷；乾卦是金，也主晴，但更像是秋天那种爽朗的晴天；坤卦是土，主阴天多云；艮卦也是土，它有停止的意思。所以要是下了好几天雨，遇到它可能雨就停了；要是晴了很久，遇到它可能就转阴了。兑卦呢是金，代表湿气，主阴天或者起雾。这个还得结合季节旺衰来看，对吧？比如夏天火最旺，那离卦的晴天信号就特别强；冬天呢水旺，坎卦的雨就可能变成雪；春天木旺，那刮风、巽、打雷、震就更常见。那我们看看资料里的例子，说是春天下午，问明天天气怎么样，得了主卦火水未济，上离下坎；互卦风火佳人，上巽下离；变卦山水蒙，上艮下坎。这个怎么分析？咱们一步步看啊，主卦火水未济，上面是离晴，下面是坎雨，说明晴雨不定，有雨的可能。互卦风火佳人，有巽风，有离晴，表示白天可能会刮风，而且偏晴。然后看变卦山水蒙，上面是艮止，下面是坎雨，这预示着雨会停下来。最后结合季节，现在是春天，木旺，所以巽卦的风力量会比较强，火呢在春天不算旺，所以离卦那个晴天力度就有限。综合看，明天可能开始会下点小雨坎，但估计中午前后就会停艮，然后会刮大风巽，天气转为多云或者阴天，离艮的组合应该不会是大晴天，但雨也不会一直下。哎，这个过程就很清楚了，怎么把卦象、旺衰这些信息都用起来？那接下来咱们看看应用更广的人生占，比如问工作、感情、做决定这些，这应该是大家更关心的。对，人生占核心逻辑就又回到了咱们最开始讲的体用生克。第一步，先分清楚谁是体卦，代表问事的这个人自己；谁是用卦，代表问的那件事儿或者相关的人。第二步，看体用五行的生克关系，定个基础的吉凶。第三步，看互卦，
了解过程顺不顺。第4步看变卦，判断最终结果。第5步特别关键，结合季节旺衰，看这个吉凶到底有多大程度。这个旺衰的调节作用真是太重要了。你要是忽略了旺衰，光看生克，那判断可能就差远了，也是资料里反复提醒的一个常见误区。除了看天气和人事，资料里还提到梅花易数的应用范围其实特别广。虽然咱们今天主要拆解了体用生克这个核心，但你把这个逻辑掌握了，其实可以用到生活里好多方面。比如可以看家里的风水运势、家宅战，看姻缘感情、婚姻战，看投资赚钱、求财战，找丢了的东西、失误战，甚至看健康状况、疾病战等等等等，范围确实是很广。看来真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核心都是抓住体用互动，再结合过程、互卦、结果、变卦和当时的力量强弱、旺衰来综合分析。基本可以这么说，当然了，实际用的时候可能还会结合外应，就是张卦时旁边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儿，但体用生克这个主线逻辑是贯穿始终的。那学习这样一套系统，心态估计也挺重要的。资料里是不是也提了些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别走偏了，比如千万不能把它当成板上钉钉的宿命论，觉得卦不好就啥也不干了，放弃努力了。不能认命，也不能死记硬背那些规则，得理解它背后的那个类象逻辑。比如离卦是火，它可以象征光明、文化、眼睛等等，得灵活联想，更不能啥事儿都靠它决定，丢了自己的判断。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把它看成一种辅助我们思考的工具，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当前这个形势的能量态势，看看可能的发展趋势，然后呢，利用卦象给的提示，主动调整自己的策略，尽量往好的方向走，避开不好的。它的价值，我觉得更多是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事物互动关系的独特视角，帮咱们想得更周全。这可能才更接近邵雍先生那个心意的本意，通过观察和体会，获得处理事情的智慧。也就是说，学梅花易数体用生克，重点不在于算准未来，而在于培养一种洞察事物互动关系、抓住关键点、顺势而为的能力。我觉得是这样，它其实揭示了这个世界是动态平衡的，好和坏也是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关键看你怎么去理解和应对当前的这个生克关系。关于梅花易数体用生克的初步探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这次分享啊，能让你对这个古老的智慧系统，特别是它看待世界互动的方式，有个更清楚的认识。希望它能为你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新框架吧，帮助你看到那些表面现象之下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动态关系。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琢磨的问题，不妨啊，你回想一下，最近你正在经历的某件事，或者是你挺在意的一段关系，你试着跳出平时的想法，用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体用互动的视角去看看它。这里面谁是主体谁是主要的互动对象用？你们之间的能量流动感觉更像是互相滋养的生，还是互相制约或者消耗的克，或者是一种挺平衡的比合状态？尝试用体用生克这个概念本身，就当它是个新的思维工具，去感受一下、理解一下你所处那个情境的内在动力，说不定会有点不一样的启发呢。